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江西南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留下了很多古建筑，特别是有一个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今天呢，我们就来南昌看一看千古名楼滕王阁。不远处啊，就是滕王阁，它是建在赣江旁边的。大家发现没有？这些有名的大楼，你像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以及鹳雀楼，它都是建在大江或者是河流旁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嘛，一座大型建筑都讲究依山傍水，包括我们之前看的黄帝陵墓一样的，它都是讲究所谓的风水。当时要建造这样一座大楼，肯定是身份不一般的人才能建造的，因为普通人建不起来嘛。这个滕王阁也是唐朝初年的一个王爷下令修建的。那么这些人身份不一般，他选址的话就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楼比较高，它自然而然的话就会选择临江旁边。这种楼不是家里啊，他们是用来招待客人，或者是文人雅客来这里聚会呀、交流文化等等。那么在这种大河流旁边，往往呢，他们就能够写出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等等。这就是滕王阁，我已经来到景区里面了。这个滕王阁的门票呢，本身是45块钱，我有旅游年卡，就直接进来了。江西有旅游年卡，湖北也有，还有一个3省通用的。反正在南方，我感觉啊，旅游年卡还是比较实用的。在北方，旅游年卡相对来说较少。山西有一个，不过山西的旅游年卡景点呢，没有南方那么多。我最喜欢的旅游年卡呢，还是湖北的，包含了湖北大部分的景点，你包括什么3A、4A、5A 都有。比较著名的，你像武当山，还有恩施大峡谷，很多啊，都可以。大家看一看，前方那个滕王阁是不是很壮观呢？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建筑是新的还是旧的呢？或者是说是水泥的呢？等一下我们仔细看了就知道了。我在网上经常看到，甚至听到这样一句话说，黄鹤楼也好，岳阳楼也好，以及滕王阁也好，本地人都不愿意来，外地人来了一次也不愿意来的地方。那么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们现在就准备过去看一看。滕王阁跟我们之前去的岳阳楼还有黄鹤楼一样，时时刻刻都是有人的，碰到节假日人还更多。大部分人知道滕王阁都是由于唐代文学家写的《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呢非常有名啊，流传了千古。那么我们得来介绍一下王勃这个人，他是山西河津人，唐朝的文学家、儒客大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共称唐初四杰。他从小呢聪明好学，6岁能文，下笔流畅，被称之为神童。现在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滕王阁的由来，为什么叫滕王阁？江南名楼滕王阁始建于唐朝公元653年，当时是唐高宗时期，乃是李世民的弟弟李元英任南昌都督时所建。因李元英在贞观时期被封为滕王，从而呢，这座楼宇呢称之为滕王阁。到了公元675年，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来到这个地方，相当于是聚会，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自唐朝以来，滕王阁呢就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地标，屹立于赣江之南。在历朝历代呀，很多文人名人都来过滕王阁，留下了非常多的脍炙人口的诗词等等。滕王阁自唐朝建立以来，屡次遭到损毁，又多次重建，次数呢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第29次重建，是上个世纪1985年动工，1989年重阳节落成并开放。现在我们看到的滕王阁是根据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1942年所绘的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并参照了宋代的一幅画以及呢宋代的一本书重新设计的，也就是说是一座大型的仿宋式古建筑。大家看看这个滕王阁确实是非常气派呀，也是非常高。它是重檐歇山式大屋顶，净高呢57.5米，主体建筑呢达到了13000平方米，非常大呀。
特别是现在的滕王阁是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的，下面呢是象征古城墙的12米高台座，台座以上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滕王阁。从外表看起来，大家觉得是几层建筑？应该1、2、3吧。那其实呢，这个就是古代建筑的一种形式，我们常说的明3暗5，明5暗7。那么这里呢，应该是明3暗7，外表看起来是3层，里面呢是7层，这是中国建筑的一种手法。外面有这样的构造，这样的话就能显示这座建筑的气派宏伟。冲入云霄，当时的滕王阁序也是这样形容的。那么到了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每一层有什么东西。滕王阁序是王勃在这里参加聚会写的。在唐朝初年呢，文化是非常盛行。你像唐朝初年的皇帝、公主、王爷，很多都是书法家。在唐朝初年呢，也诞生了很多书法家，像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包括武则天呢，这些人的书法都很好。那么当时作为王爷的李元婴呢，就在这个地方召集聚会，不光是江西的才子来了，可能全国很多地方的才子都相聚到这里。王勃也来了，从而呢，在这里呢就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滕王阁序》。他不仅呢写出了滕王阁的壮丽，同时呢也写出了王勃当时那种心境，因为他以为他的才能很高，但是呢怀才不遇。其实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你像唐朝的、宋朝的，甚至其他时候的那些文人才子，他们呢，往往都会抒发自己的情感，都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王勃也是在这种心境下写下了《滕王阁序》。这一块是碑廊，展示了从王勃写《滕王阁序》开始，历朝历代的人来滕王阁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宋朝苏辙来过。这一块呢，有杜牧、白居易、杜甫都来过，就是唐宋时期的很多诗词人呢都来过了。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滕王阁1层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柱子到底是水泥的还是木头的，大家听听声音呢，这明显就是水泥建造的了。那么可能里面其他的也是，我们过去看看。当然有一些肯定是木头的，这些是。那这些柱子的话都是水泥的。在这里呢，就看到《滕王阁序》里面最让大家熟知的2句话：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基本上所有人都熟悉了。滕王阁需要2次验票。一进来1楼大厅就看到一组浮雕，这个刻画的就是王勃做《滕王阁序》的场景。在这里真的有电梯呢，你看它这里呢，我们从外表看是3层，里面是7层，但其实呢，它那个基座也是2层，从而总体是9层的建筑。下面不知道是不是博物馆呢？我们去看一下。刚刚我们看到的天梯，那就证明啊，这个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上是被我们猜到了。怪不得当地人都在说不愿意来那个滕王阁。我记得网上看到评论说，他在南昌生活了一辈子，生活了几十年，都可能都没有来过那个滕王阁，是不是很有意思啊？看到没有，电梯，这可能是要刷卡的。那么这些电梯主要针对的可能就是那些年龄大的不方便爬那些滕王阁的人。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唐代滕王阁的模型图，它始建于公元653年，到了唐宣宗88年的时候，滕王阁首次毁于大火，就差不多存在了200年。这个是我们现在滕王阁的模型，仔细看看，它是分为2部分的，基座和上面。这一块呢，基座是2层，上面呢是明3暗7，整体呢是9层。外表看起来3层嘛，里面是7，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唐宋的建造呢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唐朝的
模型，它没有这么高，不过呢，宽度应该是大一点。唐宋的建筑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宋朝的经济实力比唐朝好。现在我又回到了1楼，这边是1楼大厅的后面。在1楼大厅这里呢，有一组模型图，就是宴会的场景，展示了天才王勃如何一战成名，如何写出《滕王阁序》的场景。可以说是一场宴会嘛，有人跳舞，然后这里很多人在喝酒聊天。当时呢，可能是很多那些文人士子在这个地方。最上面呢就是李元英，因为滕王阁他建了之后，肯定会经常来这里宴请嘛。那王勃应该是在这里吧？其实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记载资料，很多时候这些出口成章的诗词有可能都是在宴会时期说出来的，因为在很多场合特别是宴会，就会有一个比试嘛，某个人出了一个题目，那大家以这个题目为中心来做一首诗或做一首词等等。就打个比方说，李白呢来到这里，那么旁边的这些文人或者其他人，那么喝到高兴的时候就会说：“李白呀，要不你向我们大家展示一下那个写一首诗吧，一首词吧，等等这样的。”就有时候宴会到了一定场合，你不写也得写了，这个有时候就是民生所累的原因。看完了大厅以及黄鹤楼的模型图，我们往上走一走，看看上层还有什么。一来到2楼的大厅，看到前方有一组壁画图，它是叫做《江西人物杰出图》。尽管说江西现在比较低调，甚至很多人说江西的存在感很低，其实在封建社会，江西的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明清两朝时期。很多人观看了明朝的历史，会得出这样一句话：一部明朝史，半部江西史，说的就是明朝当时上层的官员很多是出自于江西，比较知名的有严嵩、杨士奇、夏言等等。从公元845年，就是5代十国时期开始算，到清朝灭亡，江西呢总共是诞生了48位状元、44位文状元、4位武状元，那么其他的进士、举人就数不胜数了。从这些数据呢，各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江西以前的地位非常高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发展，各种格局呢变化，江西呢现在可能相对来说，我们就说低调吧。这里是宋朝时期的一些江西名人，我们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王安石、欧阳修、曾巩都是江西人，唐宋8大家好几个都是江西的。刚刚我们说明清时期很多，其实这样算起来，宋朝也很多。文天祥大家同样很熟悉了，他也是江西人，江西吉安的。吉安其实出了很多名人就吉安附近的太多了。这一块是明朝的谢晋，大家非常熟悉吧？朱棣时期的内阁成员，这个被称之为当时的第一才子，大明第一才子文学素养非常高。那旁边这个夏言，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但是说到另外一个人，大家都一定会知道，严嵩。严嵩是他的继位者，也可以说是他的徒弟，就是他嘛。2个人是相隔2代首辅，都是江西人。在这个墙上向我们展示了江西历代文武状元的介绍，我们就不细说了，哪一年中的都写得很清楚。看看后面是什么，这是一组门楼砖雕，是明末清初的原件，出自于安徽歙县。这个向我们展示的是王勃做《滕王阁序》的场景，很精美吧？这里应该就是赣江，然后呢，这是滕王阁，相当的精美这一组就是《滕王阁序》，清朝末年江西民间的木雕窗板，
窗户上面写的滕王阁序，应该是雕刻出来的。大家背得出来吧？反正我是背不出来，已经全忘记了。这边呢，这边现在是来到了3楼。如果是在外面看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看的1楼。哇，下雨了，今天还是挺冷的，风比较大。旁边就是赣江。前2天好热，今天就变得太快了。哇，好多人来打卡拍照、拍写真在下面，因为这些场合确实比较适合拍照啊。现在可能属于那个枯水区，江面上水不多。如果是雨季的话，这全是滔滔不绝的赣江水呀。今天游客不是很多啊，节假日就人山人海。对面呢，算是南昌的高新区 CBD 区，秋水广场以及呢江西最高的楼双子塔都在那一块。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对面呢有很多高楼大厦。滕王阁到这里看的也差不多了。一开始我们说了一下，本地人不来，外地游客来了都说是坑，都是后悔。那么大家看了这个滕王阁，感觉是如何呢？你会不会来？相对黄鹤楼还有岳阳楼来说，滕王阁的门票稍微是优惠一点点。我个人觉得来滕王阁，了解这段历史，了解滕王阁序写的滕王阁，这个倒可以。如果单单看建筑的话，其实只能说一般般吧，毕竟现在都是钢筋混凝土的仿木结构。那滕王阁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